很快，一个戴着眼镜、十分斯文的中老年男人便带着2个年轻女孩子走了进来。2个年轻女孩可能因为紧张的缘故，一直低着头，显得十分拘谨。杨天生一进来，便先看到了对着门口方向坐在沙发上的刘家辉，于是非常熟络地笑道：家辉，给你介绍一下我刚签下的2位新人。刘家辉挥手一笑，乐道：你先别急着介绍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位年轻有为的新朋友。说着，他便恭敬地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您如果方便的话，我给您介绍一下。杨天生只是看到叶晨一个后脑勺，原本还在纳闷此人为何这么没礼貌，有客人进来竟然连头都不回，让他心中也不免有些不悦。可是一听刘家辉对他都用您这个称谓，心里顿时咯噔一声，意识到这肯定是个大人物。于是他立刻收起了心中的不悦心情的一路跑到刘家辉的跟前。当他发现叶晨竟然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时，整个人更是惊讶不已，连忙恭维道：哎呀，没想到叶先生这么年轻有为，真是让人意外。叶晨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笑道：杨老板是吧？你都还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，为什么就断定我年轻有为呢？杨天生不假思索地说道：我对家辉是很了解的，叶先生能成为他的座上宾，那就一定有着非同一般的过人之处。刘家辉笑着介绍道：天生，叶先生是宜苏航运的董事长助理，这次来港岛是专程跟我谈合作的。杨天生一听刘家辉的介绍，心里顿时有些轻蔑，暗忖：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，没想到只是一家航运公司的董事长助理，这刘家辉现在真是越混越倒退了。心里这么想，但杨天生的面上还是非常客气地说道：哎呀，原来叶先生是宜苏航运的，这家公司的名声现在可是如日中天啊，能在这么大的公司任职，叶先生一定前途无量。刘家辉很了解杨天生，眼见他说出这番话，便知道他心里有些小瞧了叶晨。不过他也清楚叶晨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是万隆店之主的事情，于是便看了看那2个有些拘谨的新人，对杨天生说道：天生，你还没介绍这2位小姑娘是？杨天生连忙笑着说道：来来来，我给2位介绍一下，这2位都是我公司这个月刚签的新人，一位是新晋的偶像练习生，一位是我亲自从国外挖掘来的创作型歌手。说着，他招呼2个女孩道：快跟刘先生问好。刘家辉没想到杨天生这货虽然表面客气，但真到事上的时候直接忽略了叶晨，于是连忙摆手道：别，你们先跟叶先生问好。此时那2个女孩只能看到叶晨的后脑勺，听到刘家辉招呼，其中一人赶紧来到叶晨对面，看着叶晨鞠躬说道：叶先生好，我叫米勒奇，很高兴认识您。叶晨看了那女孩一眼，女孩不过20左右的年纪，确实也有几分姿色，只是穿着上过于暴露，上身穿着一件低胸吊带，下面则穿了一条极短的短裙，一眼看去白花花的全是肉光。女孩看着叶晨的眼神充满暗示，鞠躬的时候还刻意想让领口露得更多。叶晨眉头微蹙，这女孩虽有些姿色，但确实入不了他的法眼，更何况他一向不喜欢这种不懂洁身自好的女人，于是也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刘家辉将叶晨的表现看在眼里，知道他肯定不喜欢这种女孩，于是便立刻对第2个姑娘说道：你快来跟叶先生问好。那女孩有些怯懦，但杨天生在一旁咳嗽一声，他整个人微微一颤，只能硬着头皮走到叶晨面前，怯生生地说道：叶先生好，我叫薛子琪。刘家辉有些不满，
冷声道，我让你跟叶先生问好，你连叶先生的眼睛都不敢看，究竟懂不懂礼貌？女孩吓得连忙抬头看向叶晨，这一瞬间她表情惊到说不出话，下意识地脱口道，啊，怎么是你？叶晨也认出了这个女孩，没想到竟然是当初自己去日本的时候，在东京大学附近遇到的那个街头卖唱的华夏姑娘。叶晨看她也如刚才那个女孩一般，穿着暴露，不禁皱眉问道，你不是在日本求学吗？怎么会到这里来？刘家辉惊讶地问道，叶先生，您认识这个姑娘？叶晨点了点头，淡淡道，我与她曾有过一面之缘。女孩这时候非常羞愧地说道，我上个月毕业了，本来是想留在日本考硕士，但杨先生愿意签下我，给我出专辑，所以我就来港岛签了杨先生的公司。叶晨语气带着几分斥责地说道，唱歌就好好唱歌，创作就好好创作，出专辑就好好出专辑，穿成这个样子到这里来，难道也是出专辑的一部分吗？女孩眼眶顿时一红，局促不安地提了提自己的衣领，又尽可能地夹紧双腿，非常惭愧地哽咽道，对不起叶先生，我让您失望了。对叶晨，他的心里一直是心存感激的。当初自己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街头卖唱，补贴学业，叶晨慷慨地将所有现金都给了自己。而后自己被东京暴走族纠缠，也是叶晨为自己主持公道。只是那一次他就对叶晨念念不忘，但他也知道自己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见到叶晨。自那之后，他每天的课余时间都顶着有可能被暴走族报复的危险在街头卖唱，就是为了在人群中再次看到叶晨的身影。可是叶晨自那之后便离开了日本，再也没他足过那个街头。现在忽然在这里见到叶晨，他除了惊喜之外，更多的是羞愧。叶晨看了杨天生一眼，这个贼老头的事迹他早就有所耳闻，看起来人模狗样，实则人面兽心，娱乐圈本就污秽不堪，他更是污秽中的黑山老妖。于是他抬手指着杨天生，皱眉问道，是这老东西强迫你穿成这样的？杨天生一听这话，当时气急败坏地骂道，你他妈说谁是老东西？